Hello， 大家好，说来就来，我是倩倩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聊聊关于如何去分辨小我和高我的声音。这对于刚接触灵性的人来说呢，最想知道的事情，到底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式去分辨小我的声音，或者是高我的指引？我相信许多人也搜索过很多类似这类的资讯，但是却依然无法渗透领悟这里面的精髓。我个人的见解是，去倾听小我和高我的声音呢，并不是一瞬间通过某种方式就可以达成的事情。你是需要亲自去探索、累积经验，才可以寻找到最适合你的方式。它是每个人一生都要去学习的课题。我希望通过我的见解和经验，可以帮助到你得到对于高我和小我有个更深入的理解，启发你去寻找到适合你自己的方式来和高我和小我达到一个平衡点。我察觉到很多人对小我和高我都有一个盲点，多数的人呢，他们总是把专注点都只放在高我，而对于小我的理解呢，都比较不怎么的积极，认为只要听得懂高我的声音，你的小我就会消失，或者听见高我的声音，你的人生就不会有错误了。我觉得我们需要先对小我和高我有个正确的观念，才可以继续我们接下来的话题。要学会听见你的高我，你就必须学会听见你的小我。高我是你的一部分，而小我也是你的一部分。小我是不会消失的，它们都是同时存在的东西。我们要学习的并不是消灭掉小我，只剩高我，而是学会如何正确的运用小我以及高我的声音来面对你的人生。我们要学会分辨高我的声音，是因为如今的人呢，误用小我的声音来做高我该做的事情，认为所有智慧的来源都是来自小我，对于高我的声音都是特别不看重的。小我就是你的脑袋，而高我呢，就是你的心灵感受。对于高我连接的意义呢，不只是因为你可以走对的路，而是你要学习如何在这一生活得快乐。只有你自己的心灵圆满的时候，你的世界才能美丽。无法让人快乐的人生呢，对灵魂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。你的高我呢，来到这里并不只是纯粹为了来受苦，他是想要去学习，在面临任何的情况下，他依然可以保持快乐，保持自己的高频率。这个考验要在地球执行起来，是不是听起来很难？就是因为有难度，所以才刺激嘛。你的灵魂就是想要接受这场考验，所以快乐对灵魂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这就是他们来到这里的意义。如果人们只注重思维逻辑，而忽略自己的心灵感受，那他们的心灵会是空虚的，他们的灵魂也就无法快乐。很多人一直被小我的欲望给推动，跟着小我的声音来面对他们的人生所有决定。小我想要的他们都得到了，但是却无法真正的长久快乐，所以他们会不停的为了累积越来越大的欲望来维持那些短暂的快乐，不停的持续这样无意的循环。如果没有这些欲望的支持，他们的人生就毁了。许多人都不明白，依赖自己的欲望来过自己的一生，看似辉煌圆满，实际上你什么都没有得到。很多人他们要等到他们回归到灵魂状态的时候，他们才能去看透他的灵魂是空的。因此听见高我的声音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他们此生所要学习和领悟的。但是没有你的小我，你能在地球生存吗？答案是不能。你需要靠脑袋里所得来的知识来适应这个世界。你知识的来源都是通过地球的人事物来告诉你的。比如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需要钱的，这些都是你出生之后你身边的人所教导你的。如果你没有这个认知，只通过你的感受来行事，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拿，不知道要付钱，那你的下场就是会被警察给带走。小我在地球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，就是帮助高我执行他快乐的事情。比如我喜欢分享灵性，分享的让我感到快乐，所以我选择开这个频道。
但是要如何开这个频道呢？还是必须通过小我的知识去注册账号啊，用语言去表达我内在所领悟的事情，以及后置影片等等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你的人生决定权呢，应该是由你的高我来选择，而你小我的功能呢，就是来帮助高我工作的。高我才是你的主人格，你的老板。这就是小我和高我运作的方式，这两者对我们来说呢，都是不可少。那要如何去分辨小我和高我的声音呢？小我和高我呢，他们各自都带着不同的特质。小我就是每天在你脑海里不停的叽叽喳喳的各种杂念，它的声音特别的大，认为所有不符合脑袋判断的事都是错误的。他很害怕事情不按照他的预期去发展，他对人的专注力有很大的不良影响。比如每次你在开车的时候，你的专注力呢总是无法纯粹只专注在开车，你会有很多的想法同时都不停在运作。比如你会想着你晚餐要吃什么啊，或者是你的衣服晒干了没啊，瓦斯关了没啊，今天会不会下雨等等。你的小我会对不确定性的结果感到非常的担忧，他会想要控制一切的过程，会追着未来跑，无法活在当下。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无法好好的享受那一刻，一直被未来的不确定性给左右。它是靠负面的情绪来滋养的。而高我的特质是，他的声音不大，非常的细微，不啰嗦，非常的直截了当，该说的不该说的他都不会多说一句。因为你已经被小我给闹腾的特别的厉害。你想象啊，如果你的高我和小我一样那样的大声对待你，你应该会疯掉吧？好烦哦，到底要听谁的？高我的声音会来自你的直觉和感受，让你感到兴奋快乐的事情呢，就是你高我的声音。高我的声音呢，都是正面的，它的意义呢，就是为了带给你爱、慈悲、喜悦、包容。即使你没听见他也只是会笑着看着你，他不会像小我一样会对你怒吼或指责你。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，每当高我的声音出现的时候，我们每次都会被小我超大的声音给覆盖，人经常会很困扰，这到底是小我或是高我的声音？这个也是我至今自己也一直在学习的。那我是如何去分辨的呢？每次当我出现某个想法却不确定的时候，我都会选择去亲近我的想法去做，然后我同时会观察我在执行这些想法的时候所带来的感受，去分辨那是来自小我或高我的声音。比如前阵子我想吃甜点，即使有个感觉在告诉我甜点不健康，但是我还是依然去选择去享用甜点。在品尝甜点的过程里，我会去观察我的感受，然后我发现到甜点真的越吃越腻，我感受到我整个身体的状态也变得很沉重起来，然后我对想吃甜点的欲望也消失了。我更清楚我要吃什么样的食物来让我感到舒服健康。通过这个过程，我发现到如果我们要分辨小我和高我的声音，我们要学会的就是先去理解接触他们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不同的性格，都有各自不同版本的小我和高我。在以前的时候，我每次都会很纠结啊，不停的去分辨这些想法的来意。我每次都会问我自己，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？但是我每次所得出来的结论是，这些想法都没有对错，取决在于你如何去领悟它。我发现每次我真实的去倾听，去符合他们的声音去做的时候，无论他们是来自高我或小我的声音，我都会有得到不同的收获。我会越来越清楚我想要的方向，不再害怕去尝试，害怕犯错，因为每一个尝试都带给我正面的意义。这无形中，我慢慢的和高我和小我有一个更紧密的连接。我慢慢的通过高我和小我的不同面向来更了解自己，去观察自己的感受，就是带着觉知活在每个当下。当你全面的投入在你的生活的时候，你才能更了解你自己。这就是我去分辨高我和小我的方式。明白的知道，高我存在的意义呢，并不是为了让你去走
对的路，而是让你去学会活得快乐，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在高我的角度里，世间是没有对与错的，只要你活得快乐，你就是活出高我的样子。这就是我对高我和小我所领悟到的事情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，可以更好的接触你们的高我或小我。喜欢的话就订阅、分享、点赞，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